苏国公，你儿子欠我们薛国公府的3000两赌债，今天到期。要是拿不出钱，这国公府的宅子我们可就收了。言儿被你家公使打成重伤，生死未卜，你们竟还来落井下石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今天不给钱，我就让人把你们轰出去。这宅子归我们薛家了。吵死了，哪来的野狗在吠？醒了正好。苏颜，3000两，拿钱。苏颜，按个手印吧。我靠！金融界卷王穿越成败家子，还被人做局仙人啊！3000两赌债是吧？白纸黑字，你的画押。大钱律法第3卷第7条，设局诈赌者，契约无效，且需反赔10倍本金。薛管家，你跟上官家的人暗中分账的账本，要我当众背出来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滚回去告诉薛有伟和他背后的上官中，这笔账我苏颜记下了。滚！言儿，你刚才说上官中、上官皇后那个本家？爹，打我的薛有伟只是把刀，上官中才是幕后操盘者。他做局让我破产，又想要我的命，因为陛下赐婚，我挡了他娶安宁公主的道。这婚咱们必须退。圣旨已下，退不了。热死了，拿点冰块来。府上已经被你输空了，别说冰块，下个月的米钱都没了。堂堂国公府破产了，想玩死我，老子就用这大钱的商道把上官家连根拔起。启禀娘娘，苏颜醒了，薛家没能拿到宅子。命还挺硬。传本宫懿旨，3日后中秋宫宴，令苏颜进宫献礼。若拿不出像样的东西，就以大不敬之罪，直接打入死牢。亏损，全都在亏损！帝都的商铺全被士族把控，本宫投进去上万两白银，全打水漂了。公主息怒，距离苏颜籍贯还有2年，咱们还有时间赚钱充盈内衡。2年来本钱都没了，还拿什么赚？父皇要是执意逼我嫁给苏颜那个败家子，我李昭宁坚决不嫁。言儿，快尝尝永兴藏500文1碗的天价冰饮，正热得胃冒烟呢。这什么怪东西，又酸又涩。言儿，你干嘛？未提纯的劣质红糖，就这劣质玩意儿，你们卖半两银子？爹，我要做生意，我要卖冰饮，绝对不行！苏家满门忠烈，祖训规定绝不可沾染铜臭，商人都是些奸猾之徒。那咱们就等着喝西北风。爹，我保证，绝不用家里1分钱。你若能自己弄到本钱，爹就随你折腾。苏颜，我昨晚去薛国公府大门泼了黑墨汁，替你报仇了。哎呦，难怪你一身墨水酸臭味。别过来，好兄弟，哥们儿现在有个稳赚不赔的大买卖，带你发财。有钱吗？我每个月绿钱就这些，50两，够了。这就是咱们横扫帝都商界的启动资金。公子，你要的东西打好了，放地上。这破木头能干嘛？小蝶，摇把手。风，天空生风了！冰库的冰呢？堂堂大前皇宫，连点冰都拿不出来吗？陛下息怒，国库空虚，冰块早已用尽了。这等精巧的神器是工部哪位大师所做？朕要重赏。父皇，这不是工部做的，这是苏颜兄弟亲手造的。胡说！他一个五毒俱全的败家子，能造出这等神器？你为了替他开脱，竟敢欺君！儿臣不敢，真是苏颜。滚！以后再敢提那个废物的名字，朕打断你的腿！本宫投进内图的最后一笔钱，彻底没了。笑死小爷了，在达官贵人扎堆的西市卖农具，哪个脑干缺舌的商业鬼才想出来的？你不倒闭，天理难成啊！放肆！敢辱骂我家小子，找死！敢动我家公子一根汗毛，踏平你这破店！别激动嘛，看你们这惨样是开不下去了。正好这铺子小爷我看上了，开个价吧。每月100两，1年起租，该不赊贱。你拿得出吗？1年1200两，你抢钱啊！靠，小爷我现在全副身家就50两，没钱就滚！
别在这装大爷。这里是50两，我只租3天。3天？没错，就3天。洗干净眼睛，等着看吧。主子，这登徒子太狂妄了，要不要奴婢去教训他？不用，3天赚1200两，痴人说梦。本宫倒要亲眼看看，3天后他拿不出钱，是怎么跪在地上求饶的。公主，您看，那登徒子竟然把几块破木头定价10两银子，疯了吧？10两银子足够寻常百姓活3年，他以为达官贵人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，本宫倒要看他今天怎么收场。卖完了，老子大老远跑过来，你敢说没货？我家尚书大人发话，今天买不到风扇，老子拆了你这破店！各位大爷饶命啊！真没货了！砸了我的店，你们可就真的一辈子挨热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快上货！货在城外仓库，想要可以。今天刚开业，为了回馈各位贵客，本店推出特权服务，只要现在缴纳定金，留下府邸地址，我们医保商行直接从仓库调货，免费送货上门。定金？你小子不会卷钱跑路吧？哈哈哈哈！我这商铺1年租金就1200两，为了你们这点定金跑路，我脑子进水了吗？有理，给我订3台，这是30两。我要5台，我要10台，别急老子！还没见到货，就心甘情愿把钱掏出来，这是什么神奇商号啊？这起码有几千两了。你输了。该死的苏颜！我那一棍子打断了肋骨，他竟然没死！我儿莫急，上官已经打点好朝头，只要陛下不赦回安宁公主的赐婚，上官中就一定会要了他的命。他活得越久，我这心里就越恨。我要亲眼看着他被乱棍打死。20多家旺铺，只要公子同意我入股，这些铺面随便你用。20几家，手笔不小啊。可惜小爷我现在日进斗金，最不缺的就是钱。铺面嘛，我自己去租，绝对得分你股份划算。帝都寸土寸金，铺面全在士族手里，你以为有钱就能租到？我的人脉绝对超乎你的想象。是吗？那你倒是说说，你后台是谁呀？现在不便告知。连底细都不敢露，还谈什么的合作？送客！你这登徒子，别给脸不要脸！闭嘴！主子说话，哪有你个小丫鬟插嘴的份儿？你要如何才肯信我？简单，既然是合作伙伴，那就坦诚相见。把面纱摘了，让我看看。放肆！我家小姐千金之躯，岂是你这无赖能看的？不摘是吧？门在那边，好走不送。以后也别来烦我。春桃，退下。我的天啊，仙女下凡啊！这颜值秒杀前世所有顶流明星。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网断肠。姑娘，咱们绝对有眼缘。我看不仅有眼缘，还有姻缘。公子谬赞。闭上你的狗眼！我家小姐早有婚约在身，你竟敢出言调戏！有婚约？盗办婚姻？父母之命，我并不认同。那人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。好，既然你不喜欢那个废物，这事儿小爷我管定了。只要锄头挥得好，没有墙角挖不掉。姑娘，你等着，这墙角小爷我挖定了。对了，咱们都合作了，还不知道姑娘芳名？我亲近的人都叫我昭昭。昭昭？你有病啊！是啊，自从见了你，我就得了一种病，叫相思病。登徒子，你再敢对我家小姐无礼试试！昭昭，这点钱算什么？过2天来我这儿，我带你看个大宝贝，保证比风扇还赚钱。下流！春桃，我们走。这小辣椒早晚是我苏家的人。昭宁这丫头简直胡闹，拿着国库的钱去开店，亏得血本无归。陛下息怒，昭昭也是想为国库分忧。哼，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？等他彻底破产，看他还有什么理由拒婚。开箱。父皇，谁说儿臣破产了？儿臣今天赚了10000两。这是抢钱啊！父皇，这叫时间差垄断，都是我那位合伙人商业奇才苏雨的计策。求父皇收回赐婚圣旨。那苏雨懂经商，会借尸，
比苏妍那个毒鬼物强10000倍。放肆！赐婚乃国家大事，岂能儿戏？绝无可能！我就是死，也不嫁给那个废物！陛下，昭昭对这个苏雨怕是动了心。此人让利如此之大，绝非寻常商人。臣妾怕他是世家派来故意接近昭昭的暗桩。世家敢把手伸到朕的女儿，找死！龙影卫何在？去查，把这个苏雨的底细给朕8个底朝天。若是世家的人，杀无赦。公子，力道合适吗？不错，小蝶。老板，你让我去打听的硝石价格，混到了。多少钱一斤？南市的硝石都被世家垄断了，要800文一斤。800文，比冰块还贵。这群世家怎么不去抢？刘管家，带上几个下人，带上铁锹和麻袋。老板要挖什么？去各大府邸的茅厕和猪圈，把周围的泥土全给小爷我刮回来。老板，那可是污秽之物啊，弄回来干嘛？你懂什么？那叫硝酸钾。小爷我要用大份提纯硝石，把大钱的制冰液按在地上摩擦。这不是苏国公府的败家仔苏妍吗？公主心心念念绝世奇才苏雨，竟然是他！呀，你干什么？像荡秋千一样，好舒服。不愧是大家闺秀，这保养太到位了。狗眼往哪儿看？再看挖了你的眼！别激动嘛，走，昭昭，带你去看能赚大钱的大宝贝。淡淡茶香配上浓郁奶香，比双雪堂1两银子的冷饮好喝100倍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？看这个，这是何物？白糖，没有一丝苦涩。这糖居然如此纯净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提纯而已，成本极低，可以批量制造。千家万户都需要糖，如果卖遍大钱，发财了。有了这个，我绝对能让父皇退婚。等退婚后，我就去你家提亲，好不好？谁要嫁给你？不知羞耻！烛光晚餐要的就是这种朦胧感。吃饭了，摘面纱吧。我操，这颜值配上烛光，绝杀呀！尝尝这个麻婆豆腐，极其开胃。好麻，好辣！水，春桃，快给我盛1大碗米饭。小姐，您平时不是从来不吃米饭的吗？多吃点，昭昭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嫁给我啊！别傻站着了，小蝶、春桃，坐下一起吃。放肆！主子用膳，下人岂能上桌？这是死罪！下人就不是人，哪来那么多封建糟粕？吃肉。从小到大，除了公主，第一次有人把我当人看。奶香浓郁，珍珠软糯，绝了！能有多好喝？比得过御膳房？甘甜醇厚，比双雪堂的冷饮好喝10倍。这也是那个苏雨做的。正是，苏雨不仅懂经商，连做菜都比御膳房好吃100倍。既然你现在有空，过几天和苏妍和薛有伟打架的案子，朕要亲自裁断。你以未婚妻的身份一同出席。那个败家子，儿臣绝不见他，请父皇收回成命。你为了一个外人，连未婚夫都不顾了，你想气死朕吗？儿臣告退。你看看他，被那个苏雨迷了心窍了。陛下，苏雨的底细查清楚了，朕倒要看看是哪个世家敢把手伸到朕的女儿。将军，今年大旱，弟兄们连树皮都没得啃了，只能等死了。胡说！老子就算把这国公府卖了，也绝不让你们饿死。爹，不用卖房，诸位叔伯，我苏妍养了。败家子，你以前打断老夫一条腿还不够，今天又来作甚？赵公，以前是我混蛋，我给您赔罪。今天我来是请各位老兵去我的商行做工，包吃包住，月钱10两。放肆！我们是拿命拼出来的将门之后，你让我们去沾染商贾铜屑，这是奇耻大辱！妍儿，别胡闹！将门经商，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。爹，面子能当饭吃吗？如果我一天能赚1万两呢？你说多少？一天1万两，我才不信。
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我是怎么挣钱的。2两银子一杯，根本没人买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昭昭别慌，看我操作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本店今日开业，只要买1杯奶茶就送1次作诗抽奖资格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本店今日开业，只要买1杯奶茶就送1次作诗抽奖资格。月末评选第1名者，直接奖励白银1000两。1000两，我可是秀才，这钱我拿定了，给我来10杯，别急，我要买给我家娘子。6月第1杯奶茶必须是我的。这就赚了几千两了。公子，有了这些钱，弟兄们不用饿死了，商贾真香啊！50文，俺一天就赚了50文。公子您就是咱们全村的活菩萨呀！行商贾之事，却能济世救民，老夫之前还骂您败坏门风，老夫瞎了眼啊！小少爷，请受老兵一拜。赵公言重了，这风扇生意只是小打小闹，接下来我有一门能赚100万两白糖生意，还要仰仗各位叔伯替我保驾护航。小少爷放心，咱们这帮老骨头，以后这条命就是您的。2两银子一杯冷饮，那琼浆玉露想钱想疯了吧？就是，这般没良心的黑店，傻子才去，狗都不喝。诸位有所不知，那店里搞了个活动，只要喝完奶茶在店内作诗，月末评选第1名者，奖励白银1000两。那个，在下突然想起家中老母衣服还没收，告辞。我家的猪还没喂，我也告辞。杜兄，你不是回家收衣服了吗？在下听闻此地文风鼎盛，特来批判一番。对，批判。哼，我倒要尝尝这玩意儿能有多好喝。奶香浓郁，清爽可口。公主，外面的黄牛已经把2两银子的奶茶炒到5两了。6月的第1杯奶茶赠与心上人，他竟然用1句话就掏空了帝都权贵们的钱袋子，这等商业奇才简直闻所未闻。仅仅1天，4000杯奶茶，9000两白银。苏雨此人简直是算无一策的商业神明，有他在，内图的空虚算什么？等白糖生意铺开，我定能让父皇收回那道荒唐的赐婚诏之。公主，等真退了婚，您敢告诉他您就是大钱的安宁公主吗？本宫有什么不敢的？就怕他知道后吓得连门都不敢进。国库空虚，父皇连兵都用不起，太子哥哥竟在此骄奢淫欲。今日月色极佳，在下偶得一首佳作，特献给表妹。醉里童颜凄明月，醒时秋水胜星兰。表妹，我知道你被那败家仔苏一言的婚约所扰，你放心，表哥定会想办法让陛下收回旨意。表哥，你若真心帮我，我感激不尽；但你若是抱着其他龌龊心思，我劝你最好死了这条心。表妹，你竟如此绝情！上官公子，请自重，再往前一步，休怪奴婢刀剑无眼。你一个婢女，敢对本公子拔刀？春桃，我们走。表弟，何必急于一时？昭昭现在只是被那婚约乱了心智。都怪那个该死的败家子，只要他活着1天，表妹就心神不宁。放心，孤已联络满朝文武，明日早朝，百官齐奏，孤定要让苏颜那个废物身败名裂，永无翻身之志。太子哥哥想撮合我和上官中，若真退了苏颜的婚，父皇怕是会直接将我赐给那个恶心的人渣。昭昭，想我没？你未来夫婿给你送大宝贝来了，此乃香皂，用它沐浴洗手，不仅洗得干净，还能浑身散发体香。小爷亲自教你。你放肆！别动，感受一下，好清爽，还有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。以后咱们成亲了，我天天给你调香做香皂，好不好？登徒子，再敢无礼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吵死了！小爷我辛辛苦苦赚的钱，能便宜这帮酸儒？拿纸笔来。公子要作诗，楼下可是帝都4大才子，你真以为自己能赢？打个赌，我要是拿了第1，你陪我逛1天街。登徒子，你若真能拿第1，我送你一个神秘礼物。一言为定。
研墨，春江超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？江畔何人初见月？千古绝境，足以碾压大前百年文坛。他不仅是商业神明，竟还是个绝世诗仙。殿下，百官已联名。走，今日早朝，故要让苏颜那败家孩身败名裂，永不翻身。什么无名之辈，也配跟本才子争第一？让开！本公子倒要看看，什么破诗敢称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出照人？千古绝句，这是神仙下凡啊！啊，千古绝句啊！大家快来看啊，诗仙临世啦！这无耻之徒怎么这么可爱？竟然毫无干涩之感，宛若新生。娘娘，您身上好香啊，比西域进贡的香料还要好闻100倍。婉儿，今日朝堂上那些世家又在逼朕，什么味道？陛下，这是昭昭送来的香皂，说是那位苏雨公子的杰作，不仅能洗净污垢，还能留香持久，成本极低。好啊！西域香料有价无市，此物若能倾销天下权贵，国库何愁不丰？苏雨就是苏颜，朕这个被骂作废物的准女婿，简直是天降的财神爷！好一个苏雨，这大钱有他，真乃天大之幸，朕要重赏。陛下，出大事了！奴才，慌什么？天塌下来了吗？太子殿下率领满朝文武跪在太极殿外死谏。太子要干什么？百官联名弹劾苏国公府，逼陛下立刻下旨，将败家子苏颜严惩不贷，苏家永无翻身之日啊！这群蠢货，朕的财神爷他们敢杀！父皇息怒，那苏颜不过是个惹是生非的废物。废物！他一天赚的钱比你东宫1年都多。他是朕的休要再提。3日后千秋节朝会，朕亲自审理他与薛有伟的案子，谁敢再多言一句，绝不轻饶。陛下竟然为了一个败家仔当众训斥太子和百官，凭什么？陛下护短，朝堂上动不了他，但那小子的奶茶店抢了咱们双血堂90%的生意。爹，慌什么？做冷饮最需要的是冰块，而帝都90%的冰窖都在咱们薛家手里。你的意思是断供？一颗冰渣子都不卖给他，那奶茶店明天就关门大吉。等他走投无路跪着来求咱们，我要他乖乖交出秘方，再让他跪地求饶。吾儿有伤圣之姿，老夫这就下令封死他的活路。少爷，不好了，薛家了咱们的冰块供应，全城的冰窖都不卖给咱们，奶茶店要停业了。什么？薛家这是要赶尽杀绝啊！断供，就凭他薛家也配卡我的脖子？点水冰，这是仙术！小爷我早就实现了冰块自由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酿造大前没有的高度烈酒和葡萄酒，彻底垄断帝都酒业。无耻！薛家垄断了帝都所有的冰窖，现在突然断供，分明是想逼死咱们的奶茶店。薛家是皇亲国戚，掌控大前经济命脉，冰块断了，除了关门妥协，别无他法。关门？小爷我的字典里就没这2个字。尝尝最新研发的鲜橙多，保证你喝了忘掉所有烦恼。苏雨，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情喝果汁？薛家要断我们的生路。昭昭，乖，喝一口。好浓郁的甜味。我不仅不关店，还要把他们薛家的双雪亭彻底打垮。好臭！你带我家小姐来茅厕干什么？没文化真可怕。来人，打水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点水成冰，你会妖法？这不可能，大夏天怎么可能凭空生冰？这是仙术。薛家以为垄断了冰窖就能拿捏我，在小爷面前，他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苏哥，母后让我负责千秋节宴席和节目，我要是搞砸了会被父皇打死的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九弟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千秋节宴席，好啊，太好了！昭昭，薛家不是断我们的冰吗？那我就在千秋节国宴上用这仙术造出冰山，闪瞎满朝文武的狗眼。我要让薛家永无翻身之日。怎么样，本公子这仙术厉害吧？是不是爱上我了？要不要做我的娘子？
你连我身份都不知道，若我是公主，你敢去提亲吗？算了吧。为何？我看你就是怕了。公主有啥好的？从小娇生惯养，刁蛮任性，娶回来还得当个祖宗供着，一不高兴回宫告状，小爷我几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那什么公主，我可伺候不了。还是我家昭昭好。本公主哪里刁蛮任性了？你这个混蛋！哎呀，你不会真是公主吧？怎么可能？你见过哪个公主像我这样在外面抛头露面做生意？春桃，我们走。他居然说公主他可伺候不了，难道我在他眼中就这么不堪吗？公主，您是当局者迷，您想想，您天天往外跑，陛下能不知道？父皇，陛下不仅没阻止，还没查封商行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陛下已经默许了苏雨公子的存在，甚至看中了他的敛财能力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苏颜，你怎么可能比得上我的苏雨？你说什么？奶茶的生意不仅没断，反而更火爆了。是的，少爷。慌什么？1天时间，他绝不可能从外地运来冰块。爹说的对，他肯定是在用以前的存兵死撑，强弩之末罢了。成，明日朝会，老夫要他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苏国公一世英名，怎么生出这么个沉迷赌博的败家子儿？真是家门不幸。只会在背后嚼舌根的狗东西，老子今天废了你！苏国公，这里是皇宫，你敢当众行凶？素颜自己惹是生非，还不准百官弹劾。你们这群只会耍嘴皮子的酸奴，谁敢再放半个屁，俺一斧子劈了他！这老爹真靠得住。江南水患，数十万灾民涌向帝都，朕拨的30万两赈灾银呢？为何灾民连一口粥都喝不上？陛下息怒，赈灾银早已发下，但灾民实在太多，杯水车薪呐。那就再开国库放粮。秋收未到，国库早就空了。若全用来赈灾，边关将士吃什么？那你说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灾民饿死在城外吗？为了帝都安危，臣恳请陛下下旨调城防营，强行驱离灾民。你是要逼他们落草为寇，是要让朕做遗臭万年的昏君吗？国库空虚，处处受制于人。宣苏颜、薛有伟觐见。今天小爷就教教你们，什么叫相为打击。请陛下三思，废除婚约。朕先压一压这小子，等他绝望无助时，朕再力排众议保下他。这财神爷还不对朕感恩戴德？陛下，臣名声太烂，实在配不上公主。为了皇家颜面，这婚可千万不能结啊！算了吧。这小子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你想退婚，朕偏不让。住口！君无戏言。安宁的婚事朕说了算，谁敢再提退婚，严惩不贷。陛下，既然不退婚，那苏颜的罪纵必须清算。此子在民间为非作歹，官也能理解。毕竟他从小没了娘亲，缺乏管教。老爹，你教过我，朝堂之上被人欺负了、咬了，该怎么处理？怎么，苏公子还想在陛下面前和本官讲道理？不，我讲物理。该打，庶子！你敢在大明宫打人？哈哈哈！虎父无犬子，打得好！臣有一计，不花国库1分钱，安置城外数万灾民。若臣办成，请陛下封了我个开国县男当当。黄口小儿，满朝文武都解决不了的灾民，你1分钱不花就想解决，痴人说梦！你们解决不了，不代表小爷我不行。臣愿立军令状，若办不成，甘受任何处罚。小畜生竟敢跟老夫鱼死网破！就等着靠戏吧。陛下，苏颜那孩子虽然顽劣，但毕竟是昭昭的未婚夫，灾民之事难如登天，您真要他的命？要他的命！皇后，你太小看这个败家子了。这小子精得跟猴一样，朕还要指望这个败家子给大钱赚来金山银山，填满朕的国库。逆子，5万灾民，每天光是喝粥都能喝垮一座金山。你敢拿项上人头立军令状，是想让我苏家绝后吗？爹，谁说我要花钱养他们了？不花钱？你让他们喝西北风啊！5万人张嘴吃饭是累赘，但如果那是10万只干活的手呢？这叫以工代赈。白糖工厂香皂作坊正缺人手，我不仅不花过铺1分钱，我还要让这5万灾人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，给咱们苏家创造出几座金山。灾民还能这么用？祖列宗在上，言儿有性命之忧，为了保命，顺便赚点金山银山，子孙只能为祖训经商了。祖宗莫怪，祖宗莫怪呀！各授苏颜为赈灾巡查大使，如朕亲临，钦此。臣接旨。驸马爷，这可使不得。
以后还得养长公公多美言几句。您放心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奴婢一定第一时间知会您。大哥，父皇让我体察民生，你赈灾一定要带上我呀，不然我会被打死的。大哥，大明宫怒删上书，太解气了，俺陈楚公服你。好，有皇子镇场子，有猛将当打手，走，跟大哥出城，咱们去做一件大事。陛下，驸马爷打赏了奴婢1000两，奴婢万死不敢收啊！1000两，大胆！念你初犯，下不为论。地上的捡起来拿着，以后若还有去苏国公府的旨意，必须你亲自去宣。奴婢遵旨，谢主隆恩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救命之恩。万年县就在前面，朝廷天天施粥，你们为何宁愿饿死也不去？熬的根本不是米，是糠啊！他们每天就熬那一锅糠粥做做样子，谁要真敢上去讨一口吃的，当场就会被地痞流氓打伤。我夫君就是这么被害的。这群地头蛇把老子的免费劳动力当成什么了？好，好得很。苏大人一路舟车劳顿，下官特备薄酒，为您接风洗尘。大人，请满饮此杯。倒是朱门酒肉臭啊！大人说笑了，听闻大人最爱此物，这是下官花重金寻来的极品，请大人笑纳。只要大人在赈灾折子上美言几句，以后这万年县就是大人的后花园。真是有心了。公子，奴家敬您一杯。这酒我不喝。苏大人，您这是何意？何意？小爷我装累了，来人，收网。灵儿，禀大人，这群蛀虫不仅私扣赈灾粮，还强占灾民田产，逼良为奴。苏颜，你敢动我们？苏大人，做事留一线，我劝你把我们放了，否则怎样？俺大哥说收网，谁敢再废话一句，俺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禀大人，灾民消息已传出，粥棚已开。搜家的情况如何？账本已查封。另外，在朱全书房的暗格中，搜到了这个。难怪敢卖灾民，原来是这尊大佛在背后撑腰啊！是谁能让万年县上上下下都不敢更生的靠山？你家厨子换了，这红烧肉绝了，确实比皇宫里的御膳还够味儿。哎呀，这都是我家妍儿闲着没事儿随便教厨子做的。哼，就你家那不学无术的败家崽儿还会做菜？陈憨子，你吃着我儿子的菜还骂人！我告诉你，最近火爆全帝都的手摇风扇和奶茶，全是我家妍儿搞出来的。什么？那2两银子一杯的奶茶是苏颜卖的？呵呵，低调，不值一提。老苏，你这是生了个财神爷啊！慌什么？天塌了不成？天真塌了！少爷在万年县把猪全给宰了。老苏挺住啊！这是要诛9族的死罪啊！苏颜疯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杀得好！俺就说苏颜有血性。苏国公、陈楚中公子也一起动了手。哈哈哈哈哈！岂有此理！这兔崽子找死吗？巡查使苏颜目无法纪，竟在万年县衙内公然行凶。大清开国至今，从未有过钦差行凶的先例。陛下，苏氏难臣，天下百官岂不寒心？请陛下下旨严惩苏颜，以正国法。朕让他去赈灾搞钱，他怎么一去就把天给捅破了？这让朕怎么保他？苏人行事虽然鲁莽，
但或许事出有因。朕决定，先将其押解回京，交由三司会审。陛下，铁证如山，何须会审？苏颜滥自行凶，必须立刻下旨严惩，否则臣等长跪不起。完了完了，这是要置言儿于死地啊！大不了俺老臣带兵冲进去，把这群死鼠全轰出去！你疯了！你想让我们两家都满门抄斩吗？陛下，难道陛下要为了一个败家子儿置大前律法于不顾吗？你指？陛下，苏颜大人差人送来，说事关大前国本，必须陛下亲启。好一个大前律法，好一个国将不国！陛下何故发笑？朕看他做得好，做得太轻了。你们自己看看，这就是你们要朕保的人。这怎么可能？不，朱权勾结地方士绅，贪墨赈灾粮款。这密信上清清楚楚写着他与帝都权贵的利益输送。薛尚书，那信上的印记，你看着眼熟吗？陛下，臣冤枉，臣毫不知情啊！苏颜身为巡查使，手持朕赐的金牌，遇此等丧心病狂之徒，当机立断，先斩后奏，大理寺刑部御史堂三司会审，给朕把朱权背后的人连根拔起。苏颜，你这招釜底抽薪太狠了！铁证送回帝都，那些想杀咱们的文官，现在估计自身难保了。俺就知道跟着大哥混有肉吃。世家、朝堂，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？不，这只是开始。白糖工厂香皂作坊准备开工，走，回京。小爷我要把这群世家的骨髓都给榨干。真是反了天了！苏颜这小王八蛋，他眼里还有没有大前律法？陛下息怒。更气人的是，李治和陈楚冲那两个混账，竟然也跟着他一起动手。李治这怂包竟然也敢上，哈哈，不愧是朕的种，总算有点男儿血性了。传旨，让这三个胆大包天的小子立刻滚来见朕，朕要亲审。主人，属下未能刺杀苏颜，他是个好人。好人？杀手眼中只有死人，这是你第一次犯错，若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苏颜，无照杀人可是死罪，待会儿父皇要是发飙，咱们怎么办？俺爹估计会先批了俺。慌什么？今天朝堂之上，你们俩闭嘴看戏就行。小爷我今天倒要看看，这群满口仁义道德的文官能嚣张到几时？苏颜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臣何罪之有？放肆！你目无王法，罪不容诛，你还敢在陛下面前狡辩？我当是谁在乱叫？原来是薛尚书啊！你这个狂徒！陛下，此子死到临头还敢猖狂，请陛下立刻将他严惩。你在教朕做事？臣不敢。苏颜，朕让你去赈灾，你却跑去杀人，你作何解释？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臣刚立下盖世奇功，陛下不仅不赏，还要兴师问罪，这太让臣心寒了。臣为了查清朱惊天大案，那是殚精竭虑，废寝忘食，每天只睡1个时辰啊！这黑眼圈就是臣精忠报国的铁证。一派胡言！就算朱权再怎么不好，也该交由刑部审理。等刑部去查，等你们查清楚，那些灾民骨头都化成灰了。粗鄙，简直有辱斯文！黄头小儿休得猖狂！老夫张毅，片为天下读书人之首，我等皆是圣人门徒，受圣人教化。你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竟敢侮辱圣人门徒！请陛下严惩此贼，为圣人证明。跟我玩道德绑架，今天小爷就挖个坑，把你们全埋了。
哈哈哈，好一个圣人门徒，好一个天下读书人。既然你们把圣人捧得这么高，那小爷我今天就问你们一个问题：在你们这群清流眼里，到底是圣人重要，还是陛下重要？你这庶子，你选圣人就是大逆不道，藐视皇权；选陛下就是数典忘祖，有辱斯文。怎么，刚才不是叫得很嚣吗？现在全成哑巴了。看来诸公对陛下是有二心啊。苏颜，圣人教化百姓，朕治理天下，不可同日而语。陛下此言差矣，圣人不过是教人读书，但真正让这天下海晏和清，让百姓安居乐业的，是陛下您。陛下文治武功，震古烁今，臣坚信，陛下必将成为那万朝臣服、千古一帝的天可汗。天可汗，万朝臣服，这小子竟然懂朕！哼，赈灾之事不可扯远，苏颜终究要给百官一个交代。皇上的大腿抱稳了。交代？该给交代的是你们！朱权贪墨赈灾款，你们竟然一无所知。陛下，薛盛德庸落渎职，甚至勾结地方，中饱私囊。陛下，苏颜这是狗急跳墙，企图转移视线。不知情，好一个不知情！这臣在朱权宫搜出的铁证，10几万两黑金全过地下钱庄，流入了帝都。而这笔黑金的最终去向，正是薛尚书您名下垄断全城的冰窖产业。薛尚书，你用灾民的血肉换来的黑钱，去填补你那被我的奶茶店打到破产的冷饮窟窿。现在你还敢说你不知情吗？不，这不是真的，陛下，臣冤枉，有人栽赃陷害啊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喊冤？薛慎德，你这人面兽心的畜生！朕的国库空虚，你却用百姓的命来中饱私囊。传旨，将薛盛德打入天牢。大理寺刑部即刻查抄薛家所有产业。大哥，你太神了，把户部尚书给干趴下了。大哥威武，以后俺老臣就跟你混了。薛家倒了，帝都的商业版图空出了一大块啊！走，回商行。站住！苏颜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陛下，他立下军令状要安置数万灾民，如今灾民全堵在城外，他根本没安置，这是欺君之罪，当斩！对，功是功，过是过。舅舅，薛家都倒了，你为何还要苦苦相逼？哼，本官只认大钱，今日若不斩苏颜，威严何在？臣有一言，陛下，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苏颜虽无照杀人，但查出贪墨的惊天大案，救万民于水火，臣以为当功过相抵。魏公，你之前不是弹劾过他吗？你怎么帮这败家崽子说话？老夫弹劾他，是因为他配不上公主，但今日挺他，是因为他做的是为国为民的人事，休与你等只顾私利的伪君子为伍。魏公所言极是，功过相抵，不再追究。好，就算相抵，那军令状呢？那数万灾民嗷嗷待哺，你拿什么安置？拿你的命吗？请陛下严惩欺君之罪。老东西，谁告诉你我没安置灾民的？城外连个粥棚都没搭，你拿什么安置？拿嘴吗？施粥那种低级的施舍，只有你们这群蠢货才干得出来。小爷我用的以工代战。以工代战，说的冠冕堂皇，你不就是想把那数万灾民抓去当你免费的苦力吗？灾民本就食不饱腹，奄奄一息，你竟然还要强迫他们做工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禽兽不如，为祸苍生啊！闭嘴！我问你，朝廷施粥能施多久？1个月？2个月？等库存空了，灾民还不是一样？苏颜，那你这以工代赈到底是怎么阵法？陛下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臣将这数万灾民全部招入臣的工厂。第一，臣包他们1日3餐，顿顿有白面馒头管饱。第二，臣给他们提供统一的宿舍，遮风挡雨。神策，这简直是千古未有的赈灾神策呀！这小子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宝贝？一派胡言！数万人的工钱和吃喝，那是个天文数字，你一个败家子儿拿什么付？再说了，你堂堂国公之子，竟然去经商，简直是沾染铜臭，自甘堕落！老东西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手里拿的折扇，还有你孙女天天排队买的奶茶，全都是老子的产业！
你就是那个日进斗金，把帝都商界搅得天翻地覆的秘宝商皇幕后老板。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正是在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俺老陈昨天刚在你店里充了500两的至尊会，自己人，记得给俺打折呀！好说好说。你这奸商，与民争利，不知廉耻！我奸商？我靠自己的本事赚钱，不偷不抢。而你们呢？满口仁义道德，背地里却利用民众受灾博取私利。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秘宝商湖足够养活那5万灾民。小爷我不仅完成了，还完成得漂漂亮亮。就这点心理素质，还跟我玩商战？哎呀呀，言儿啊，你看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朕一直都觉得你是个旷世奇才。陛下，你想干嘛？咱们爷俩好好探讨一下这经济学。言儿啊，你是有所不知，朕这大钱国库现在是跑马都能饿死老鼠啊！北边要打仗，南边要赈灾，朕这龙袍都3年没换新的了。不就是想抽成吗？正合我意。陛下，臣的钱就是大齐的钱，臣斗胆想请陛下入股秘宝商皇。哦，怎么个入股？陛下无需出1分钱，只需赐臣一块皇家御用的牌匾，商皇每年的净利润，臣分2成，直接交入陛下的内库。2成？那一年就是上千万两啊！有了陛下的金字招牌，那些世家就算眼红，也不敢动臣一根汗毛。咱们翁婿联手，把全天下的钱都赚进皇家的口袋。哈哈哈！好一个翁婿联手赐皇家金牌！苏颜小儿竟敢当众羞辱老夫！他那5万灾民全靠城外的工厂养活是吧？是，国公爷。今晚带上火油，给我把他的工厂烧成灰烬！遵命。一个活口都不留！不好，有埋伏！哈哈哈哈！俺大哥说今晚有耗子来偷吃，还真让俺等到了。兄弟们，关门打狗！告诉上官无极，时代变了，玩暗杀放火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太掉将。杀了他！瞎了你们的狗眼！这工厂现在是皇家的产业，你们敢动这里一根草，就是诛九族的大罪。皇家产业，国公爷害我！大哥，怎么处置？全抓了，明天一早给赵国公送去当早餐。大哥，这就是你说的工业？世家垄断，权谋算计，在绝对的生产力和资本面前，全都是土鸡瓦狗。没错，从今天起，大钱的经济命脉由我苏颜说了算。好一个以工代赈！苏颜，你不仅没花国库1分钱，还妥善安置了5万灾民。传旨，封苏颜为开国县男，赐封号安平，将苏国公府旁边的3000亩名田赐予你。臣谢主隆恩。陛下，臣有意。魏公，苏颜立下如此大功，难道当不得封赏？功是功，过是过，苏颜大闹朝堂，此乃一过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身为国公之子，竟自甘堕落，从事商贾，此等名声狼藉之人，绝非安宁公主良配。臣请陛下收回赐婚，保全皇家颜面。魏公所言极是，请陛下收回赐婚。你们这是在逼朕做一个背信弃义的昏君！陛下，臣觉得诸公说的对。臣名声不好，确实配不上金枝玉叶的长公主。苏大人如此明事理，老夫之前错看你了。苏颜，朕再问你一次，退婚你真不后悔？臣绝不后悔。既如此，婚约作废，退朝。小爷我自由了。你在朝堂上辱没圣人，贬低科举，今日老夫要为天下读书人讨个说法。科举乃是天下读书人10年寒窗的追求，你这纨绔必须去文碑前下跪道歉。老人家，您是不是闲的？去，少在这倚老卖老，谁敢动我儿子？贤侄啊，俺听说那秘宝商行是你开的，俺家那小子天天去买奶茶，俺这点俸禄都快被你掏空了。就是啊，老苏，咱们过命的交情，你儿子赚我们的钱，怎么也得打个5折吧？粗鄙武夫，满眼只有黄白之物，
有辱斯文。各位叔伯放心，这是我密宝商行限量发行的至尊 VIP 会员卡。你简直把朝堂当成了市井商铺！你既然觉得科举简单，敢不敢跟老夫打个赌？哦，赌什么？就赌明年的春闱科举。你若能考中个举人，老夫就承认你说的对；你若考不中，就去文楼给天下读书人认错。言儿，别冲动，你连笔都没拿过几次，考什么举人？怎么，刚才不是挺狂吗？连个赌注都不敢接？赌可以，但我要加注。加什么？举人太没挑战了，我要考，就考状元。如果我考中状元，我要你们这群自诩清高的老东西无条件替我做3件事，敢不敢接？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，老夫就看看你这纨绔怎么拿状元。一言为定。荒唐，简直是荒唐至极！他一个不学无术的败家子，竟然敢跟张毅赌考状元，他以为状元是大白菜吗？陛下息怒，苏颜这孩子确实有些不知天高地厚。高士林，去下旨，终止这场闹剧。陛下，臣子私下打赌，您若插手，反惹闲话。既然他如此狂妄，不如就让他吃个大亏，狠狠栽个跟头，日后也能收敛些。好，朕倒要看看明年春闱他怎么去文楼下跪。苏雨公子好几天没来店里了，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。公主，不好了，出大新闻了！慌什么？苏雨公子出事了。不是苏雨公子，是苏颜。提那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干嘛？公主，奴婢刚打听到，那个提出以工代售由密宝商行幕后大老板的人就是苏颜。公主，苏颜就是苏雨。公主，奴婢也凌乱了，不过您不用纠结了。什么意思？刚才在朝堂上，百官逼迫退婚，苏颜她当众表示自己配不上您，主动要求退婚，陛下已经答应了。她主动退婚？是啊，听说她退婚后满脸狂喜地走出了大殿。苏颜，你这人，你竟然敢嫌弃我！备轿，我要去见父皇。父皇，哎呀，昭宁来了，快过来。父皇顶着巨大的压力，终于借着百官的由头，把苏颜那小子的婚约给你退了。你现在自由了，高兴吧？儿臣多谢父皇成全。你这表情，怎么看着像受了天大的委屈？儿臣没委屈，儿臣高兴得很，儿臣告退。大哥，你真要考状元啊？大前的科举考的是四书五经诗词歌赋，你现在看还来得及吗？四书五经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这叫许好战术，在应试教育面前，全都不堪一击。对了，下个月就是母后的千秋节，你答应帮我弄的节目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放心，已经在工厂秘密赶制了。苏颜，你敢嫌弃本公主，今天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小心点儿，这东西需要小心处理。苏兄，昭昭，你可算来了，好几天没见，想死哥哥了。苏兄这几天没来店里，是遇到什么喜事了？哈哈哈哈！天大的喜事！昭昭，哥今天高兴，全场消费哥买单。到底何事如此开心？哥终于把那桩婚事给退了，我再也不用娶那个刁蛮任相的公主了，我自由了。你就这么不想娶公主？不是不想娶公主，是不想娶一个被圣旨推到我面前的人。凭什么因为我爹和皇上一句话，就把一辈子交给我这个满京城有名的纨绔？还好我聪明，在朝堂上略施小计，果断退婚。你是这么想的？当然，我今日退婚，看似逃婚，实则积德。她若是个好姑娘，我不能耽误她。婚姻大事，总得两个人心甘情愿。万一她其实愿意呢？不可能，谁会愿意嫁给一个名声狼藉的败家子？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。那是，小爷我别的不多，就是自知之明多。苏颜，你这人，你不是嫌弃我，你是根本没把本公主的心意算进去。当然，虽然我名声不好，但我底线很好。苏兄真是好气魄。对了，下个月皇后的千秋节，你会进宫吗？当然，我还要给九皇子准备压轴节目呢。昭昭，到时候我带你混进去，咱们一起看戏。好啊，我一定好好看戏。奇怪，
大热天的怎么觉得有点冷？哎呦，快放下，那可是前朝孤品。苏妍那个家伙，他说退婚是为了不耽误我，这不是好话吗？可他还说他宁愿一辈子打光棍，也不愿被一道圣旨安排婚事。这倒也算不上骂你。他没骂我，可他比骂我还气人。他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就替我决定我会不幸福，他凭什么？这小子嘴是毒了点儿，不过昭宁啊，你没暴露身份吧？没有，儿臣差点拔剑砍了他。父皇，我忍不住了，我现在就要去告诉他，本公主就是他高攀不起的人。昭昭，万万不可！太子哥哥，连你也要护着那个纨绔？我护他干嘛？我是护着你的千秋节大殿啊！母后的千秋节马上就到了，内都空虚，全指望秘宝商行赚的银子来办盛宴。浩儿说的对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这小子既然这么狂，咱们就给他来个狠的。父皇的意思是，等千秋节大殿那天，满朝文武都在，朕要你穿上大前最华丽的长公主宫装，坐在最高的位置上。到时候朕倒要看看他苏颜是什么表情。好，就让他再蹦跶几天。千秋节那天，本公主一定要让他知道，什么是真正的我都不如。崔兄、卢兄，那苏颜的秘宝商行嚣张跋扈，已经抢了我薛家所有的冷饮生意。咱们5姓7家同气连枝，还请2位出手，在商场上联手绞杀他。薛国公，你是不是太高看那个纨绔了？卢兄此言何意？他卖的风扇，现在满大街都是仿品，价格已经跌穿了。咱们5姓7家做的是盐铁粮食酒楼这种百年基业，你让我们去针对一个卖甜水的纨绔，这不是自降身价吗？好，既然诸位见死不救，那就走着瞧。那苏颜算什么东西？一个满身铜臭的纨绔，竟敢扬言考状元！没错，他还辱骂圣人，简直是斯文败类！诸位同窗，咱们不能光动嘴皮子，咱们去他店门口讨个说法。对，去讨个说法，维护圣人尊严。张祭酒来了，魏公来了。给我们安排个清静的雅座，我们要看那首《春江花月夜》。各位大人，实在抱歉，咱们东家有规矩，不管是谁进店都得先排队。放肆！老夫乃国子监司业，你让老夫跟一群市井小民一起排队？父亲，恩师，快随我来，我在2楼订好了包厢。哇，这商贾之地倒是弄得挺凉快。哼，奇迹苗玉，剥削灾民的产物，老夫就是渴死也绝不喝这等铜臭之物。以工代针乃是良策，吴思真莫要偏激。这味道醇厚香甜，冰爽宜人，确是佳品。这黑色的小丸子竟如此弹牙，绝了！老夫只是为了批判他，才勉为其难尝一口。不说这个了，诸位，这首《春江花月夜》气象万千，到底是哪位隐士大儒所作？老夫真想见他一面，当面请教啊！苏颜出来，奸商出来交代。苏颜来了。苏颜，你辱没圣人，还敢拿诗词做买卖？今日必须给天下读书生一个说法。对，不说清楚，我们就不走。跟他废什么话？砸了这奸商的店，谁敢动我大哥的店？退后，读书人可以讲理，不能动手。可是他们都快冲进来了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让人抓住把柄。把门前的隔离绳拉起来，再去请京兆府的人来维持秩序。今日不拦人说话，但谁也不能借读书人的名义闹事。是。诸位同窗，今日你们来问罪，我接着。可若有人趁乱砸店，毁坏财物，那就不是文征，是犯法。少拿官府压我们！你自己侮辱圣人，还敢说别人犯法？我若真侮辱圣人，自会向天下读书人赔礼。可我若没有，也请诸位别被别有用心之人当枪使。别听他狡辩，他就是怕了。这位兄台喊得最凶，可你手上连书卷都没有，腰间倒挂着薛家的腰牌，你是来护圣人，还是来替人砸店？谁在此聚众滋事？大人来得正好，有人混在人群里煽动砸店，还请大人查明。诸位读书人若要问师问理，苏某奉陪到底；若有人要借机生事，也请按律处置。苏颜，你既说愿意讲理，那老夫问你，你在朝堂上轻慢科举，又以商贾之术搅动文坛，此事如何解释？魏公，火气别这么大嘛！既然诸位大儒都在，
那晚辈就上来讨杯茶喝。大驾光临，小店简直是蓬荜生辉啊！今天诸位的消费全场8折。哼，无功不受禄，你少在这儿攀关系。就凭你在朝堂上侮辱圣人，老夫就绝不可能喝你一口水。魏公，多谢您在朝堂上仗义严言，帮我退了那桩倒霉婚事。这是我店里的至尊会员卡，凭此卡消费2折，还不用排队，请您务必收下。老夫弹劾你是出于职责，并非帮你。无功不受禄，拿走吧。卡我放在这儿了，魏公什么时候想喝奶茶，随时来拿。苏颜，你少在这儿磨蹭，我们今天来不是喝你这铜臭甜水的，赶紧接榜！老夫倒要看看春江花月夜这等孤篇压全唐的千古惊局，到底是哪位隐士圣贤所作？成，既然诸位这么着急，那小爷我现在就去准备。奸商，侮辱圣人！稍安勿躁，在揭晓第1名之前，我宣布一下本次诗词大赛的奖励规则。第一，凡是进入前10名的佳作，本店将别赠送30到100张不等的至尊奶茶券，凭此券随时来随时喝，不用排队。第二，前10言的诗作将被精美装绘挂在本店的诗词墙上，并且未来琼浆玉离在全大钱开的所有分店都会同步挂上你们的诗作。全大钱的分店，那岂不是全天下的人都能看到我的诗，名扬天下啊！以后咱们每个季度举办一次，只要你有才华，琼浆玉露的墙永远为你敞开。苏老板大义，这等弘扬文风之举，简直是无辈楷模。这群兔崽子，刚才不还骂得挺欢吗？杨谋啊，他用名声绑架了这群才子，这哪是卖甜水，这卖的是读书人最渴望的扬名立艳的阶梯，不商不奸，简直无耻至极！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开始颁奖。第10名，霜雪，作者卢明山。承让，承让。拿人手短，但我还是不会原谅你侮辱圣人的。第3名，风花雪月，作者杜怀仁。苏老板，我以后还会继续参加，我要用读书人的方式，狠狠赢走你店里的奖励，让你血本无归，赢光他的店，让他破产！破产！第2名，浪淘沙。终于要揭晓了。第1名，春江花月夜，作者苏雨。苏雨？没听说过大唐文坛有这号人物啊？难道是某位隐居绝世大？不用猜了，此苏雨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正是本公子。苏老板，做生意可以机巧，诗文却容不得半点虚名。你们不信，我也没办法，总不能我写出来的诗还得求你们批准才算数吧？他心虚了，真正的作者肯定被他藏起来了。又是你们几个搅事！楚冲，别动手。今日谁若质疑我冒名，可以出题，我当场作答。诗也好，策论也好，题目由诸位出，但有一条，谁若再喊打喊砸，便不是文征，是闹事。既然如此，老夫来出题。既以商行自诩能济民，便以民生为题，做一段策论。诗词可有巧合，策论却见胸中丘壑。你若真有才学，便让众人心服口服。好，民生之要，不在一时施舍，而在使百姓有功可做，有粮可食，有技可传。赈灾之银若只散一日，饥者明日仍饥；若修渠筑路设坊，便可让灾民以手换食，以功养家。这话倒有几分道理。策论尚可，却不能证明春江花月夜就是你做的。张继种，若我再写10首，你也可以说是我提前备好的。欲加之疑，何患无辞？你，苏颜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今日殿中嘈杂，不必定论。此事既关乎文坛清明，便该有一个公正场合。魏公的意思是，明日早朝，老夫请陛下命你当殿应题。当殿应题？怎么怕了？怕倒不怕，只是明日若我真做出来，诸位可别又说我是昨夜梦里偷来的。老夫一生最重公道，
若你真能当殿成文，老夫亲自为你证明。那就一言为定。魏公，你真信那诗是他写的？老夫不敢信，也不敢不信。此子言辞机巧，最会钻空子。若明日不当众试他，天下读书人都不会服。所以才要请陛下主持，不是为了毁他，而是为了给师存一个清白，也给他一个自证的机会。明日朝堂之上，若他做不出来，便让他向天下读书人赔礼。若他做得出来呢？若他做得来，诸公也该承认，商贾之子未必不能有济世之才，少年轻狂也未必不可教。陛下，安平县男嚣张跋扈，当街威胁恐吓读书人，更无耻的是，他竟敢将这等千古绝句据为己有。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好诗，孤篇压全堂的千古绝句啊！陛下，此等绝句绝不可能是那不学无术的苏颜所罪，定是他绑架了隐士大儒。请陛下下旨，让刑部抓捕苏颜，审问清楚。荒唐！就因为你们子虚乌有的猜测，就要朕去把堂堂国公之子抓进刑部？你们当朕是昏君吗？陛下息怒，可是此事蹊跷啊！陛下，臣有一计。说。既然诸公不信，明日早朝召苏颜上殿，让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再作一首诗，一试之诗便知。魏公甚妙，便是欺君。准了，明日早朝宣苏颜觐见。混账！薛顺德这个老匹夫，竟敢把手伸进朕的钱袋子里！父皇息怒，儿臣已经查明，那是苏颜故意放的诱饵。诱饵？他拿朕的银子去钓鱼？父皇，您看账本。虽然手摇风扇的账目有问题，但奶茶店的利润极其恐怖，这个月净赚了60万两。60万两？等等，这账本不对啊！哪里不对？冷饮最大的开销是冰块，这账本上怎么连1两银子买冰块的记录都没有？难道那小子家里有个巨大的地下冰窖？那也不可能啊，夏天哪来的冰？父皇，苏颜根本没买冰，他的冰是凭空造出来的。胡说八道，他又不是神仙，怎么凭空造冰？用消食，儿臣亲眼所见，一盆水加了消食，片刻便结成寒冰。你说什么？消食制冰？父皇，您别这么激动。哈哈哈哈哈！神迹，这简直是千古神迹啊！陛下，不过是些解暑的冰块，何至于此？皇后，你不懂。若是将这制冰之法用到军队里，夏日行军，我大前将士的战斗力至少能提升30%，这是国之重器啊！不行，朕明天必须把这法子从他手里抠出来。父皇，您忘了，您刚把人家的婚给退了，现在却要秘方，人家能给吗？那什么，一码归一码吗？母后，别管父皇了，儿臣给您带了个好东西。这是何物？这叫口红，是秘宝商行准备开的女装店的镇店之宝。儿臣给您试涂一下，保证让父皇看直了眼。母后，您抿一下。这真是我。皇后，你今晚真美。陛下说什么胡话呢？父皇，您现在信了吧？这口红一旦上市，全帝都的女人都会为之疯狂，这利润绝对比奶茶还要恐怖。苏颜，你昨日在琼浆玉露大放厥词，今日当着陛下的面，你可敢再作诗一首，以证清白？做一首？老头儿，你太看不起我了。今日小爷我要做，就做10首。哈哈哈哈！10首，古往今来，哪怕是诗仙在世，也不敢大放厥词，连做10首绝句。庶子狂妄！你若是能做出一首让老夫信服的，老夫当场给你磕头。磕头就不必了，本公子时间宝贵，一个时辰几千两上下，一首1000两。若是命题定制，2000两，概不赊账。你竟敢用铜咒来侮辱神圣的诗词，简直有辱斯文！我又不是你们这些酸儒，
在我这儿，知识就是金钱，拿不出钱就闭嘴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蜈蚣，这小子在虚张声势，他绝对做不出。好，1000两就1000两，老夫今日就买你一手。若是做不出，你就是犯了欺君之罪。吴四叶爽快，既然是你掏的钱，那这首诗就叫甘露殿赠吴修言。赠诗？这小子要干什么？寻章摘句老雕虫，庶子，你敢骂老夫是雕虫？小月当帘挂玉弓。老东西，这就受不了了。后面2句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诗。老秦，这诗啥意思啊？俺怎么听不懂？老臣，苏颜的意思是边关年年打仗，将士们在浴血奋战，而这群只会寻章摘字、伤春悲秋的酸奴，他们写的那些破文章，对保家卫国有个屁用！哈哈哈哈！骂得好！嘿，这首诗说出了俺老臣的心声，好诗！你竟敢！蜈蚣，蜈蚣，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张继久，吴思是晕了，这第1首的钱我就不退了。第2首你要听吗？给你打个折，2000两。不听了，老夫不听了。爹，救我出去！我1天都待不下去了。爹，明明是太子和上官中让我去惹苏颜的，他们是主谋，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受苦？他们为什么不来救我？蠢货！你想死别拉上整个薛家！朝堂上站队，我们就是太子的狗，狗咬了人被抓，你还指望主人来劫狱吗？那我们怎么办？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？为了救你，为父已经散尽了薛家所有的家财，去填补那5万灾民的赈灾款。我们薛家现在只剩下一个空壳了，全捐了。不过天无绝人之路，苏颜里那个小畜生真以为自己能在商场上只手遮天。我在他的风扇店里安插了诸君做掌柜，这本账册，只要我把这本账册交上去，告苏颜一个监管不力，到时候不仅你能出来，苏颜的产业全都是我们薛家的。哎呦，小的祖宗，你把吴思言气吐血，现在国子监的人正满世界找你拼命呢，你还有心情在这儿晒太阳？高公公来得正好，尝尝我店里的新品。咱家可没心情喝茶，陛下口谕让你最近安分点儿。谢高公公提点，这点茶水钱，公公拿去买点补品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咱家要是收了，那就是受贿。高公公这是看不起我。此话怎讲？办事之前给银子，那叫受贿。你这消息都告诉我了，我再给银子，这叫晚辈对长辈的孝敬。我与公公一见如故，早已是忘年之交。你若是不收，就是不把我苏颜当朋友。老高再送你个消息，陛下昨天看了你奶茶店的账本，对你那个消失治兵的法子极其眼热，陛下想把它用到军队里。皇帝老儿想白嫖我的核心科技，门儿都没有。多谢老高，你回去告诉陛下，治兵的法子我有，但想拿走得加钱。国公爷，救命啊！我们转移银子的时候被他们抓了现行啊！你们，薛大人，这些银子底部全都刻着我密保商皇的暗记，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一派胡言！本官根本不认识此人，这是你们栽赃陷害！不认识？诸君每个月往你城外的私宅送多少钱？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。薛大人，你以为你抓住了我的命脉，其实那是我故意塞进你嘴里的毒药。这不可能！你一个纨绔，怎么可能有如此深沉的心？陈楚冲，把这贪墨皇家资产的国贼绑了，带上人证物证，随我进宫面圣。得嘞！好你个薛兆德，朕让你管户部，你竟然把手伸进朕的产业里！来人，扒了他的官服，打入死牢，满门抄斩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幸好老夫没掺和这档子事儿，这苏颜真是个煞星。陛下，薛家贪腐已查清，但臣还有一事要奏。这几位国子监大儒昨日在朝堂上毫无证据，公然污蔑臣剽窃诗词，企图置臣于死地。陛下呀，老臣在边关吃沙子，我儿在帝都却被这群酸吏如此欺辱。若不能还我苏家一个公道，老臣不如一头撞死在这大殿上。张义久，你们太让朕失望了，诬陷忠良，你们该当何罪？陛下息怒，臣等愿意赔偿，愿意赔偿。早说嘛，我这人很大度的，精神损失费、名誉补偿被加起来，每人10万两，
少一个铜板都不行。10万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少在这儿哭穷！你们5姓7家名下的田产铺子，随便卖几个不就有了？怎么，连这点补偿都不愿意给？看来朕只能让刑部来查查你们诬陷忠良的罪名了。臣给，3日之内必定凑齐。陛下，这几10万两银子，臣一分不要。千秋节将至，臣愿将此款全数献给皇后娘娘，作为生辰贺礼，祝我大前国泰民安。好一个忠心耿耿的苏颜，朕替皇后收下了。张公，那苏颜树内，陛下可有严惩？吴公，严惩倒是没有，不过他要我们赔偿他的名誉损失。哼，赔点钱算什么？只要能保住我辈读书人的清名，他要多少？每人10万两。10万！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吴公又吐血了。开业半天了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这口红和香皂虽然好，但帝都的女子根本没见过，没人敢买。慌什么？再等一会儿。苏颜，千秋节马上就到了，我家里长辈让我回去帮忙筹备。接下来这段时间，我可能不能来店里了。这么急，我还准备带你赚大钱呢。等千秋节过了，我会给你一个惊喜，或者说一个交代。好，我等你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你都是我苏颜盖过章的女人。登徒子，谁是你女人了？这丫头神神秘秘的，难道她其实是个洛阳的郡主？东家真没人来啊！备车，我去一趟皇宫，找当今皇后娘娘谈一笔生意。公主，您太美了，这身衣服绝对能艳压群芳。苏颜，你这个混蛋！你说公主脾气暴躁，今天本宫就要让你看看，你口中那个知书达理的昭昭到底是谁。公主，大典开始了。千秋节，小爷今天倒要看看，那传说中的母老虎安宁公主到底长什么样。昭昭，安宁公主，那个被我当面骂脾气暴躁、狗都不娶的母老虎，竟然就是昭昭！我真是把天捅破了！今日千秋节，普天同庆，朕准了太子的奏请，特赦一批刑部轻犯，以彰显皇家恩德。臣代犬子薛有伟叩谢陛下天恩。小爷正愁没地方转移注意力，老匹夫，你撞枪口上了！臣反对，薛有伟涉嫌谋杀朝廷命官，绝不能放。苏颜，陛下金口玉言已经特赦，你竟敢当众抗旨！陛下，臣还要弹劾苏颜，他竟敢带领护卫夜闯我薛国公府与家丁发生冲突，甚至还派人堵在刑部大牢阻而出狱，此等目无王法、欺君罔上之举，请陛下严惩。陈楚冲何在？臣在。薛国公田和你派人堵截刑部，阻拦薛有良出狱，可有此事？你可知这是欺君之罪？回陛下，确有此事。老子今天非好好教训你不可！老臣冷静，都是自家孩子，真伤着了心疼的是你呀！陈伯伯息怒，这事跟楚冲没关系，是我让他派人去拦的。哦，原来是小颜指使的啊！那没事了。混账东西，老子今天非抽你不可！老苏，冷静，都是自家孩子，真伤着了心疼的是你呀！都给朕住手！苏颜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臣不仅要拦薛有伟，臣还要弹劾户部尚书薛振德，他利用职务之便盗窃我密宝商行整整20万两白银。黄口小儿，你血口喷人！本官堂堂户部尚书，岂会贪图你商行的铜臭？不贪，那你敢不敢解释，为什么我商行手摇风扇店的掌柜朱军每个月都会偷偷把1箱箱银子运进你薛国公府的后院？一派胡言！本官根本不认识什么朱军。陛下，臣商行里的每一锭银子底部都刻有密宝商行4个字的暗记，只要派人去薛府一搜，立刻真相大白。这小子果然设了局，幸好我早有准备，就算搜出来，我也能全身而退。陛下，既然安平县男执意诬陷，臣恳请陛下立刻派禁军搜查薛府，以证臣的清白。高士林，带一队禁军，立刻去薛府搜。遵旨。他连退路都算好了，薛顺德这个老狐狸今天死定了。不过等你收拾完薛家，本宫倒要看看你打算怎么向我解释狗都不娶这4个字。启禀陛下，
在薛府管家的房内搜出带有秘宝商行暗记的银两，并且这管家正准备从后门潜逃，被禁军当场抓获。薛尚书，你还有什么话讲？狗奴才，你竟敢背着本殿外人到全家老爷，害惨了！老爷饶命，陛下饶命！是小人被朱由蒙了心，听那诸军说商行权才起了贪念，一切都是小人干的，与老爷无关大钱律计，主不知情，只盼失察。老匹日算盘打得挺响啊！陛下，臣御下不严，犯了失察之罪，臣愿受罚。管家赵德柱流放岭南，户部尚书薛正德御下不严，官降一级，并将秘宝商行损失的银两如数奉还。臣谢主隆恩。薛大人真是大义灭亲，晚辈佩服。既然陛下已经下了旨，那咱们就明算账吧。请薛大人立刻归还我秘宝商皇被盗的20万两。20万两，老夫明明只拿了5万。哦，薛大人刚才不是说不知情吗？怎么知道只有5万两？你诈我！我的账本上清清楚楚记着损失了20万两。薛大人若是不给，那就是抗旨不遵。薛清愿赌服输，3日之内把钱凑齐还给苏颜。你这个恶魔！老夫心理素质真差。完了，刚干死一头老狼，现在要面对一头母老虎了。陛下，苏颜派兵围堵刑部大牢，欺君罔上，臣恳请陛下立刻将其满门抄斩。臣愿受罚。你就这么认了？废话，比起被公主暗杀，我宁愿被皇帝骂2句。小子，你疯了！欺君可是死罪。陛下，臣虽犯错，但臣有一神计，可让水瞬间结冰。臣愿将此治兵之法无偿献给大钱军队，为求戴罪立功。不可能，夏天怎么可能治兵？你当真能治兵？成本极低，源源不断。夏日行军，将士们再也不惧酷暑。高士林，备马，叫上房相和几位国公，朕现在就要去你的工厂看治兵。败家子，太败家了！外面冰块比黄金还贵，你居然拿来放在地上降温。苏颜，你这奢靡之风，朕都看不过去了。陛下，这叫降低生产环境温度，提高制冰效率。就凭这几个铁桶和这些白色的粉末，就能治冰？来福，给陛下上才艺。凉的，真的是冰，神技，千古神技呀！哎呀，有了这玩意儿，俺老臣以后夏天打仗能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。陛下，硝石价格极其昂贵，若要全军普及，这笔开销恐怕国父难以支撑啊。你不是说成本极低吗？房相懂经济，但不懂化学。诸位，跟我去后院。苏颜，你带陛下参观茅厕，你活腻了。陛下，硝石不仅可以煮沸后重复利用，还能从这茅厕的泥土中源源不断的提炼出来，成本几乎为0。化腐朽为神奇，安平县难，老夫服了。好小子，你立下如此绝世奇功，朕若不赏，岂不寒了天下人的心？传朕旨意，自苏颜100皇家亲卫驻守工厂，谁敢窥探治兵之法，杀无赦！谢主隆恩。闭嘴！苏颜那小子现在有皇帝撑腰，我们死定了！那我们怎么办？他断了我们薛家的冰块财路，他不死，我们薛家永无宁日。此子断不可留，必须想办法让他再也翻不了身。老爷，薛家送钱来了，整整20万两现银，全在院子里。乖乖，老子打了一辈子仗，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陈伯伯，这2万两拿去给将士们改善伙食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昨日若无诸位叔伯在朝堂撑腰，我怎能坑到这笔钱？拿着，爹，留5万两，秘密送进宫里给陛下。给皇帝送礼，这叫人情往来，懂不懂规矩？公子，昭昭小姐派人传话，说今天七夕节她有要事，不来店里了。不来？那小爷今天岂不是闲得发慌？大哥，今天七夕晚上有花灯会，咱们去哪玩？花灯会有什么好玩的？走，大哥带你们去夜市最大的酒楼，考察一下大钱的餐饮娱乐业。不，要是被父皇知道，他会打断我的腿的。殿下，怕什么？有大哥罩着呢。李治啊，你身为皇子，怎能如此短视？我们去教坊司为了寻欢作乐吗？错，我们是为了体察民情，是为了研究大钱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，是为了工作。真的是为了工作？当然，大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赶紧换上最帅的衣服，今晚全场消费，苏公爷买单。好，为了大钱艺术拼了！公主，不好了，
奴婢刚才街上看到苏公子带着九皇子他们去教坊司了。好你个苏颜，本宫今天为了大局没空理你，你居然敢背着我去逛青楼！春桃，备马，本宫今天非剁了他不可！这地方果然雅致。几位公子可是来参加雅集？正是，劳烦安排一处能听曲的位置。今日雅集座位已满，不过若几位愿意参加诗词比试，入围者可上2楼雅座。大哥，又要比试？我本想低调，奈何规矩不许。上官公子也在，正好，我今日也是为曲而来，不为争胜。说得好听，你若有本事，就凭诗词拿到流英姑娘的谱曲名额。大哥，他是不是又给你挖坑？坑不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坑边风景不错。公主，咱们真进去？来都来了，自然要进去。昭宁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听说今晚雅集与千秋节曲目有关，我来看看。正好，苏颜那小子说要请流英姑娘谱曲，姑爷想看看他有没有真本事。他有没有真本事，今晚自然知道。今日七夕雅集，以相思不负，家国同心为题。诸位公子若有佳作，刘盈愿择其一谱曲，于千秋节前献给宫中乐坊试演。这首曲我势在必得。他倒不像是来胡闹的。公主，那您还生气吗？我气的不是他来这里，是他什么都不说。七夕佳节，愿以此诗献给流盈姑娘，也献给青樱雅妓。苏颜，该你了。你若只是来凑热闹，现在认输也不丢人。我今日不是为赢谁而来，我只是想写一首适合七夕，也适合千秋节的词。苏公子请。这首词不为争名，只为一个人。纤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暗度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公主，这词好美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好词，七夕之情竟能写得如此清雅。苏公子此词情深而不俗，哀而不伤。刘盈愿为此词谱曲，献于千秋节雅乐。这是苏某之幸，不过这首词能否入宫，还要看绿月司是否合规。不过是一首情词，怎能用于千秋节？七夕写情，夫妻相守，家国团圆，百姓安宁，皆是人间长久之愿。若能以此曲祝天下有情有义之人安稳长久，岂不正合皇后娘娘的意？这话倒有几分道理。公主，苏公子刚才说这首词是为一个人写的，他又没说是谁。昭宁，你若想知道，何不亲自去问？问就问。苏颜，昭昭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。能，只是我没想到你会来。你当然没想到，你来清音楼桩桩件件都安排好了，却一句都没告诉我。是我不对，我怕你误会，也怕事情没办好，反倒让你失望。你怕我误会，所以选择瞒着我。苏颜，我不是不许你办正事，可你若真把我当成并肩之人，就不该让我只能从别人口中听见你的消息。你说的对，以后只要与你有关的事，我都会先同你商量。还有，刚才那首词真是为我写的？是。不是为了迎上官中？迎他只是顺便。主要是为你。我说真的，那句两情若是久长时，我想了很久。以前我是不想被一道圣旨安排一生，可后来我发现我是怕对方不是你。油嘴滑舌，这叫真情实干，略有文采。苏颜，你方才说辞是为一人所作，如今又让流盈姑娘谱曲，
未免轻慢了词中真情。词可以为一人而写，曲可以让更多人听见，这不矛盾。巧言恋色，你若觉得不妥，可以向李月思提意见，不必如此。姑娘是何人？清音雅集的听客而已。诸位不必争执，苏公子的词，刘盈会先谱成雅乐小样，交由李月思评定。若不合理制，绝不擅自入宫。刘英姑娘，清音楼灯下试曲，妆容不宜过艳。海棠红是月下霓裳新制的礼装，色泽端正。若你愿意，明日试曲时可用它搭配舞台妆。月下霓妆的女工坊最近收了不少灾民女眷，这是他们做的。我想借千秋节让大家看见他们的手艺。若是女工坊所制，可将部分收益用于安置灾民家眷。颜色清雅，不喧宾夺主。刘盈愿意在试曲时使用，也愿在曲谱旁书明许工坊礼装。多谢。此曲若入千秋节，必成佳话。如何？词好，曲也好。人呢？人还需再看。您这评价也太严了。你若再瞒我，评价还能更严。谨遵教诲。此曲孤会带回吕月思，若能通过，千秋节便由你带清音班入宫献曲。多谢太子殿下，刘盈定不负所托。今日是雅集，不必多礼。苏颜，礼装之事，若要借千秋节展示，须先报备，不可借宫宴谋取私利。太子放心，月下霓裳只以许工坊手艺展示名义呈报，所得收益另设账册，专用于灾民女眷安置。说的冠冕堂皇，苏颜，你不过是为民。扬名不假，但不只为我自。商贾逐利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只逐私利。若能以利养人，以义传文，便是正途。公主所言极是。这位是安宁公主，今日她来此，只为亲自查验千秋节曲目是否端正合理。见过公主殿下。免礼。今日雅集，诸位以才学相会，不必拘束。公主殿下，刘盈愿与女工坊合作，若能让更多女子靠手艺自立，刘盈也算尽了一份力。好，此事由你、苏颜和女工坊共同拟章程，明日交给我过目。我也要写章程。你不是最会做生意吗？这次就做一桩干干净净、明明白白的生意。遵命。诸位，月下霓裳与女工坊将推出七夕礼装，不设哄抢，不抬高价。今日只登记意向，明日分批交付。每卖出一盒，其中2成用于安置灾民女眷。如此说来，买胭脂也是做善事。不是买了就算善事。诸位若认可女工府工匠们的手艺，便是给他们一条活路。我给妹妹订一盒。刘盈也愿抄录一份鹊桥仙曲谱小样，一同送给认购者，但不可高价倒卖。今晚之事，算你过关。只是过关？你瞒我在先，能过关已经不错了。那我以后不瞒你了，任何事情都同你商量。记住你说的话。这个是第1盒样品，我想送给你。海棠红，端庄明亮，不夺人本色，正适合你。油嘴滑舌。这次是真话。苏颜，你不仅抢了我的风头，还敢当众羞辱我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赵掌柜，你来干什么？苏颜的月下霓裳不仅抢了您的风头，也断了我的财路。只要公子点个头，我就让他明天开不了业。好，给他个教训，让他知道厉害。这回赚大了，生意总算稳了。满身铜臭。不过，你那首词真的是写给我的？比真金还真。大哥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了！
城外的美妆工坊来了一伙人捣乱，把仓库给毁了。咱们明天开业的1万支口红，大半都损了。岂有此理！我这就报官。别急，冲动行事多没分寸。货都损了，你明天拿什么开业？货少了，这倒是个机会。楚冲，立刻找人写1000张告示，明天一早贴满帝都的大街小巷。公子请看，苏颜的店大门紧闭，今天他绝对要沦为全帝都的笑柄！哈哈哈哈哈！快看告示，月下霓裳工坊意外受损，产量有限，为安置女工匠，现开启预售认购，首批限量供应，先到先得。支持女工匠自立，我定10支。我也定，这样的良心铺子必须支持。这怎么可能？毁了货不仅没垮，价格反而翻了10倍。苏颜，算你狠！公子息怒。苏公子，不过见了一面，你的心就乱了。阁主误会了，苏颜并非普通纨绔，她做出的口红香皂能在1日之内传遍帝都，说明此人懂人心，懂商道，也懂如何借势。所以呢，若我们只盯着太子，最多只能看到东宫一隅。可苏颜不同，她如今牵动公主、苏家、商户、世家几方势力，接近她，或许比接近太子更有价值。你倒是会替他找理由。不是替他找理由，是替我们找机会。好，既然你认定苏颜有用，那这件事便交给你。3日之内，我要看到苏颜真正的底牌，他到底是偶然得利，还是确有本事？你去查清楚。若他真有本事呢？那就拉拢。若拉拢不了，至少不能让他站到我们的对面。明白。刘盈，你是刘家旧案中唯一留下的人，你想查清当年的真相，就不能让儿女私情乱了判断。我从未忘记。那就好，明日继续接近苏颜。苏颜，你到底是我的机会，还是我的结束？薛国公，听说你薛家的冰块生意被苏颜一个小小的冷饮店干得快破产了，真是丢尽了世家的脸面。崔公子别站着说话不消停，那小子的手段极其诡异。掌柜的，不好了，咱们烟运坊的生意全被抢光了，全帝都的贵妇都在疯抢月下霓裳的口红。岂有此理！一个不学无术的败家子也敢动我卢家的脂粉生意！卢掌柜息怒，对付这种不懂规矩的愣头丁，直接断了他的货源便是。大钱所有的胭脂水粉原材料不都在你卢家手里吗？崔公子说的对，断了他的根，看他拿什么卖。断不了，那小子店里的东西根本不是用寻常的脂粉材料做的，我卢家从来就没卖过他任何东西。啊，不用传统材料，那他怎么造出来的？这小子是个妖孽，他根本不按常理出牌。好一个苏颜，既然商业手段封不住你，那就别怪本公子亲自出手教你做人了。苏颜，你到底要带我看什么秘密？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。带你看能把大钱第一世家崔家彻底掀翻的武器。招招，尝尝。好烈！但这酒液如此清澈，回味竟然醇香无比，比崔家的醉仙酿还要好上10倍。不仅有烈酒，还有这个葡萄美酒，这可是西域禁锢绝品，你连这个都会酿？你相公我是全能的，我不仅要卖酒，我还要在帝都开大钱最大的酒楼。苏颜，你疯了！餐饮和醉仙酿是崔家的核心命脉，你这是在公然挑衅大钱第一世家，他们底蕴深不可测，连皇室都忌惮3分。惹急了不择手段打压的。皇室忌惮，我苏颜可不忌惮。他们不惹我最好，敢惹我，我就有办法让他们知道，欺压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打打杀杀多没意思。走，相公带你回府，给你尝尝一种你绝对没吃过的绝世美味。招招，张嘴啊！好辣，但是好好吃。好吃就多吃点，以后天天做给你吃。妍儿，听说你的酒酿好了，老子馋好几天了。安宁公主，
你俩不是退婚了吗？怎么又在一起了？爹，重新认识一下，这是你未来的儿媳妇，昭昭。苏伯父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好酒好儿媳，小子干得漂亮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这就去告诉你娘。特制牛油火锅底料加西域葡萄酒，带回去慢慢吃。算你识相，本宫改日再来查你的账。大哥，千秋宴马上就到了，咱们给百官吃什么？御膳房那帮老东西天天催我订菜单。喏，就吃这个鸳鸯火锅。你疯了？这都是平民吃的下水，给那帮达官显贵吃这个，他们会把我活撕了的。废话少说，尝尝。绝了！这味道比御膳房的山珍海味强100倍。可是大哥，贺礼怎么办？太子哥哥肯定准备了稀世珍宝。这叫凤仪天香。啊，大哥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大哥，兵部给你派的护卫队到了，但出大问题了。楚冲，你管这叫精兵强将？风一吹就倒了吧？大哥，是兵部那帮文官故意下绊子，就是想看你在皇家狩猎上出丑。大人，俺叫刘大柱，是队长，俺们都是刚征来的农户，没打过仗。好得很，老子最喜欢白纸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再是丁墨小队，你们的名字叫飞虎队。大人，俺们啥也不会，配不上这么威风的名字。不会就练，给我往狠的练，练到脱胎换骨。作为回报，每人每天1斤牛肉，半斤羊肉。飞虎队，飞虎队，愿为大人效命。这群贪官，连朕赏赐的护卫队都敢动手脚，真当朕不敢严惩吗？这帮文臣简直欺人太甚！陛下息怒，苏颜这孩子聪慧绝顶，吃不了亏。倒是臣妾这里有一件大喜事。什么喜事？臣妾有了喜脉。双喜临门，天佑大钱。这还得多亏了苏颜送的香皂和口红。李治那个废物，凭什么能主持千秋宴？殿下息怒，九皇子要在国宴上给百官吃下水，这可是大逆不道之罪。明晚千秋宴，孤要让李治和苏颜身败名裂，永不翻身。公子，您今天太帅了。去星星宫，今晚的千秋宴，本公子要让那帮老家伙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实力。苏颜，今天你休想全身而退。千秋宴开席。九弟，千秋宴的重头戏是贺礼，这就是你给母后准备的贺礼？一个破瓷瓶，你竟敢如此敷衍！父皇息怒，九弟定是被奸人蒙蔽了。急什么？好戏在后头。父皇，此物并非破瓶，而是奇物凤仪天香。这是牡丹的香气，竟如此浓郁。好一个凤仪天香，智儿，你能顶住朕的怒火，朕对你刮目相看。该死，竟让他出了风头。父皇，时候不早，请允许千秋宴开席。李治，你给朕过来！你要让诸公自己煮下水吃吗？父皇息怒，是孩儿无能，未能帮九弟把关。父皇，孩儿没错。此锅名为鸾凤和鸣，这下水只要涮着吃，便是人间绝味。请允许儿臣当众演示，7上8下即可食用。好吃，这牛肚又脆又弹，毫无腥膻，比牛肉还要美味10倍，香，太香了！在座的都是皇亲国戚，是高雅之人，有谁喜欢吃这种下水？我就喜欢。怎么了？苏颜，你竟敢对太子不敬！你个犯人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，退下。够了，继续开宴。孤绝不能输。父皇，儿臣特意从西域重金购得几坛葡萄美酒，请诸公品鉴。太子殿下用心良苦，这葡萄美酒绝对是今晚最大的亮点。此酒珍贵，诸公慢用。
痛快！不可能，姑花了万金才弄到祭坛，他凭什么能当水喝？这小子还真是个妖孽。诸位，过几日我天下第一楼即将开业，火锅、美酒管够，打完收工回去赚钱。苏公子，你可不能走啊！干嘛？我火锅也吃了，风头也出了，还留着过年啊？陛下说你们家眷喜踩着坛子喝西域贡酒，很不雅观，快跟老奴回去。苏颜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西域贡酒一年不过几十担，你竟敢踩着坛子牛饮！父皇，苏颜此举分明是蔑视皇家威严，若不严产，何以服众？陛下明鉴，臣喝的可不是什么西域贡酒，而是臣自己酿的。一派胡言，根本酿不出如此清澈的葡萄酒。拿酒来，竟毫无杂质。陛下，此乃臣独家秘制的玻璃夜光杯，配上这绝世红酒，请陛下品鉴。好酒，哈哈哈！此酒醇厚无比，比西域贡酒强上100倍，配上这无价的琉璃杯，简直是绝配。父皇，今日母后千秋，人愿献诗一首，以助酒兴。宫门秋夜星光满，殿宇更深白露寒。好诗，四皇子此诗文补绝佳，当可流传千古，比有些只会投机取巧、满身铜气味的纨绔宰弟强了不知道多少倍。昭昭，跟着哥混，包你吃香喝辣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撩妹撩到皇帝头上，这可是要掉脑袋的火坑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今日千秋盛宴，朕心甚悦。张继景，开启千秋斗诗。遵旨。今日以酒宴为题，一炷香为限。今日夺得魁首者，朕重重有赏。若是昭昭看上了，朕当场赐婚也未尝不可。小子，陛下这明显是在给你机会，赶紧写呀！写个屁！这福气谁爱要谁要，老子坚决不写！你真不写啊？你那首《春江花会夜》的才气呢？江郎才尽了，憋不出来。前10名已定，老夫现在宣布，第10名薛有伟，第3名魏银，第2名四皇子李成泰，第1名魁首上官中。承让，承让！等等，苏颜呢？那个写出千古绝句的苏颜，怎么连前10都没进？果然只会抄袭，现在装不下去了吧？哈哈哈。苏颜，你的诗呢？交了白卷。狂妄！千秋盛宴，陛下亲自下令，你竟敢交白卷，这是欺君之罪！好，既然你们非要找虐，那老子今天就成全你们！就你那破诗也配叫魁首？都给我听好了！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这气魄，这是仙人下凡啊！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。与尔同销古愁。老夫研习文章数10载，到头来竟不如一个稚子。我读的什么书啊？流传万古，此乃大前文坛不可磨灭的神作。边塞诗、饮酒诗全被他写绝了。完了，我这个第一就是个天大的笑话。好一个与尔同销万古愁，神作，绝对的神作！苏颜，你立下如此奇功，朕今日必须重重赏你。好小子，真给咱们武将长脸！这诗听得俺老臣热血沸腾。祖宗显灵，祖宗显灵啊！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夫君。朕信守承诺，特将安宁公主李昭宁赐婚于你，择日完婚。大前
第一角色，竟然便宜了这个纨绔。陛下，臣是个不成器之人，臣配不上公主，臣万死不敢从命。苏颜，你敢抗旨？你可知这是欺君之罪？逆子，你疯了！快谢恩啊！陛下，强扭的瓜不甜，臣。那是什么？七彩霞光，天降祥瑞，这是苏颜的仙师惊动了九霄引来的祥瑞呀！天佑大钱，陛下万岁！父皇、母后，这是儿臣特意准备的千秋节贺礼，名为“盛世繁华”。呼，这小子救了老子一命。好一个盛世繁华！智儿，你有心了。此等奇景，定能稳固我大钱民心。好孩子，母后很喜欢。只要父皇母后高兴，儿臣万死不辞。该死，风头全被这废物抢光了。今日千秋盛宴，朕心甚慰。众爱卿，随朕满饮此。陛下，你怎么了？来人啊，传太医！陛下出事了！父皇龙体不适，九弟主持宫宴难辞其咎。苏颜献这些新奇吃食，恐怕更是罪责难逃。千秋宴上惊扰圣体，这是大罪啊！九皇子年轻糊涂，苏颜更是胆大妄为。我没有安排这道汤，出了事才说没有安排。九弟，你让父皇如何信你？都闭嘴！传御医入殿，不许任何人靠近汤盏菜单、传操牌。再晚一步，证据就乱了。照苏公子说的做，封存御案。苏颜，你这是想毁灭证据，还是想拖延罪责？太子殿下，陛下还没开口定罪，你倒是急得很。现在最要紧的不是争罪，是护住陛下，查清这碗汤从哪里来。陛下是饮食不适，引动救急，需立刻静养。可有危险？发现的早，尚可稳住。陛下平日是否忌辛后，忌众味汤羹？确有此事，御膳房一直有记录。那就对了，今晚菜单最后一道本该是桂花雪梨饮，清口养胃，绝不是这道浓汤。你的意思是有人临时换了压轴菜？不是换菜这么简单。若我没猜错，这道汤刚好犯了陛下忌口。苏颜，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。父皇刚刚不是，你便急着把责任推给旁人。林御医，请您按陛下救急和忌口诊治。至于这碗汤，臣来查。左殿下，别愣着，你是主办之人，现在跟我一起查。我能做什么？你能证明自己不是废物。菜单、试菜册、传菜牌、御膳房签收册全部拿来，谁经受这道汤，谁递补菜单，一个都不能漏。来人，按苏公子说的办。大哥，若查不出来，我是不是就完了？怕什么？你越怕，别人越觉得你心虚。可父皇是在我办的宫宴上出事的，所以你更要站稳。出了事就查事，错了就认错，没做过就别背锅。找到了，这不是我的字，我也没见过这张单子。重点不是字，是印。原菜单上的御膳房印边缘完整，印泥深；补菜单上的印颜色浅，左下角有断纹，不是同一枚印，确实不同。再看传菜牌，前面每道菜都是按顺序上桌，27、28，可这道汤用的是31号牌，中间少了2个号，说明这道汤不是正常排进去的，是有人半路插进来的。小人冤枉，小人是看见补菜单和腰牌才敢出菜的。腰牌在哪儿？这是御膳房3个月前废弃的旧腰牌，早该封存入库。父皇尚在内殿行养，九弟，你身为主办之人，却到现在还不给百官一个交代。太子殿下说的是，此事不能轻轻接过。交代有，这就是交代。第一，
九皇子原菜单里没有百味真汤。第二，补菜单印记异常。第三，传菜牌序号断档。第四，出菜所用腰牌是早该封存的旧牌。苏颜所言不假，这几样东西确有问题。即便如此，也只能说明下面人办事混乱。儿臣主持宫宴，确有失察之责，儿臣愿受责罚。但儿臣没有临时加这道汤，儿臣更要查清楚，否则今日罚了儿臣，明日还会有人用同样的法子害旁人。高公公，请查旧腰牌封存册，那枚腰牌从哪里流出，谁碰过，谁就是真正的破绽。陛下万安。查到哪一步了？回陛下，臣查明，鸭肉汤并非九皇子原定菜品，而是有人用旧腰牌假补单，错传菜牌。此事不是普通失误，是有人借宫宴设局。九弟主持宫宴出了这样的事，是否应先罚九弟，以安百官之心？太子，朕还没糊涂。朕刚才虽在内殿，却听得清楚。苏颜第一时间撤汤、封菜、传御医、查流程，若不是他反应快，此事只怕真要变成一场糊涂账。苏颜，你今日救驾有功，臣只是发现那道汤不在菜单中，又犯了陛下忌口，才斗胆处置。敢发现，敢处置，便是功。儿臣愧对父皇，愿领责罚，也愿把此事查到底。好，朕给你这个机会。陛下，臣奉旨协查旧腰牌库。说，旧腰牌库今日午后确被打开过，看守管事已经承认是收了外院之人的银钱，但幕后之人尚需继续追查。查，依法查，不许冤枉无辜，也不许放过失职之人。苏颜救驾有功，诸位爱卿觉得朕该如何赏赐啊？陛下，必须封国公，一门双国公，那才叫霸气。臣匹夫，大前开国至今，从未有过一门双国公的先例。陛下，国公乃超品爵位，苏颜不过是个未及冠的弱冠小生，冲动好斗，若赐予如此重权，非社稷之福，实乃埋祸啊！请陛下三思。照你们的意思，朕这一条命还不值一个国公的爵位。陛下，苏颜怎能与沙场拼杀的开国之功相提并论？臣以为赏赐一个伯爵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陛下，诸位大人说的对，臣确实是个弱冠小儿，这个国公臣不要了。苏颜，你可想好了？哈哈哈哈！不愧是苏将军之子，老夫佩服佩服啊！薛大人，你刚才说我冲动好斗，我护驾有功，你说我只配当伯爵？够了，都给朕住手！苏颜殿前失仪，但念其救驾有功，功过相抵，特赏赐安平伯爵位，及冠之后晋升侯爵。苏颜，朕再赐你一个官职，如何？若让苏颜入朝为官，大前归志何在呀？我才不稀罕当什么破官呢！唉，既如此，那臣就不做官了。但是臣不要官职，陛下总得赏点别的吧？臣只要一样东西。你要什么？臣要大前官盐专营特权。不可，盐铁乃国之重器，大前命脉怎能交于商贾之手？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够了！难道非要朕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吗？朕意已决，赐苏颜安平伯兼领大前官盐专营特权，退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该死！父皇这是要把大秦的江山都送给他吗？殿下息怒，你带上全部精锐，去给姑布下天罗地网。姑要苏颜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殿下！殿下，殿下不好了！苏颜他还没走。你说什么？父皇不是宣布退朝了吗？那苏颜突然大喊还有一事，他又在朝堂上搞起来了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事。你怎么这么多事儿？说，
你刚刚夺得千秋宴尸魁，朕许你一个条件。臣请陛下收回大赦天下的决定。你说的百姓参送，是你亲耳听到的，还是你臆想的？你血口喷人！陛下，朝廷耗费人力物力抓捕的恶徒，凭什么一句大赦就放了？这对那些被欺凌、被杀害的受害者而言，是善还是恶？陛下，苏颜此举是暗指娘娘为善害民，请陛下降罪苏颜。苏颜，敢妄议国策，你死定了！臣支持安平伯。魏公，你疯了！你竟敢质疑祖宗之法！大赦天下，放走恶人，才是真正影响娘娘的贤德。安平伯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臣提于贯行。魏公当真是我知己啊！房相，别装死了，说说你的看法。陛下，臣觉得苏颜言之有理。大赦天下，与黎民百姓无异。好，既然诸公都觉得大赦天有违仁德，那朕宣布，立刻收回成命，退朝。我的儿子啊！苏颜那个废物，等本少爷玩够了，定要给他好看。薛有伟玩得挺花呀。陈楚冲，不好意思啊，薛少，陛下刚刚收回了决定，走吧，回刑部大牢继续蹲着去。不可能，放开我！大哥，搞定了！薛有伟那孙子裤子没穿好就被俺扔回大牢了。干得漂亮！这杯敬诸位叔伯，也敬薛大人的亲情赞助。苏颜，听说秋密演习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那个什么飞虎队练得怎么样了？要是垫底，俺老陈可丢不起这个人。哼，他那群新兵蛋子能练出个屁来，重在参与就行了。垫底？哼，陈伯父，我苏颜的词典里就没有这两个字。秋夕之上，我的飞虎队会让所有人闭嘴。我操！又来沾花惹草。苏颜，你是不是在躲我？这是我亲手熬的醒酒汤，你尝尝。公主千金之躯，怎么能下竹呢？我喝。我们家昭昭这么好，傻子才不娶。苏颜，火锅店这么赚钱，我把我的股份都让给你吧。傻丫头，股份不仅不能少，我还打算去找陛下，让他占大头。陛下，苏颜那小子打着千秋宴的旗号，把火锅卖到了800多两一桌，这简直是拿皇家的名声在敛财呀！
这臭小子，好大的胆子！